朋友們，好久不見！這是一條來自2個月之前的影片，因為我實在太忙了，拖到現在才做好與大家見面。這次就跟着我一起去巴黎聖母院逛逛吧。哇哦，這是來巴黎聖母院必經的地鐵站。牆上的彩色馬賽克不同於普通裝飾，是專門紀念畫家莫奈的。走在裡面像闖進了印象派的畫裡，是不是超有感覺？從最近的地鐵站出口上去，就可以看到巴黎聖母院了。法國的3月份還是冷冷的，但今天天氣太好了。上一次來聖母院還是在2018年，19年那場大火之後，它關閉了整整5年，直到24年底才開始重新開放。塔樓更是2025年才修好。今天除了要參觀巴黎聖母院之外，我還提前預約了塔樓的門票。一會兒咱們看看卡西莫多當年敲的鐘和那些小怪人們。進聖母院只需當場排隊進場，而塔樓需要提前預約購票，票價是16歐元。不過每個月的第1個週日可以免費登頂。登塔前需要經過安檢，好難得，很久沒有看到這麼認真的安檢過程了。好了，我们現在準備登塔。這是巴黎聖母院塔樓裡古老的石質旋轉樓梯，是大火前就有的中世紀圓樁石梯。全程一共有410級台階。我感覺我的頭要轉昏了。每往上走一小段，就能看到這種透着自然光的小窗戶。爬到一小半，來到了一個中轉平台，裡面有巴黎聖母院的小模型，可以看到大火之前完整的尖頂和整體結構。這是聖母院的另外一個模型，專門展示了內部結構，能看到塔樓的樓梯、玫瑰窗和大火前的尖頂。這個張牙舞爪的小怪獸是從塔樓拆下來的原版滴水獸，專門放在大廳裡展示。再就是一些各式各樣的紀念品了。繼續爬到200多級台階的地方，就是塔樓的中間層，也是大火之後的修復核心區。比如這個螺旋木樓梯，就是為遊客登頂而新修建的。哇，我好喜歡這裡，雖然還能聞到一種新木材的香味。一邊是大火後全新的木樓梯，一邊又是幾百年的老木梁，好神奇！站在這裡，感覺被同時交織在它的過去和現在。馬上就要到達怪獸走廊，通道處的風真的超級大。這裡就是雨果小說裡鐘樓怪人出沒的地方。這些小怪人幾百年來一直蹲在這兒，一邊守着古老的教堂，一邊陪着腳下的巴黎慢慢長大。對面是巴黎的萬神殿，和聖母院就隔着一條塞納河。
準備去往最高處塔頂。這個通道就很窄很窄，只有一個人可以通過。我又要转暈了，快到了，我感覺到。Bonjour啊，merci。塔頂是一個方形的觀景台，遊客就順着這條窄窄的通道逛一圈，剛剛好把巴黎360度看一遍。我已經到最頂上了。這塊小牌子超貼心的，把能看到的巴黎地標方位都貼出來了。在塔頂待了大概5分鐘左右，工作人員就會示意遊客們下塔。返回時看到了聖母院的大鐘，也是 Quasimodo 敲過的鐘，很幸運在大火裡被完好保存下來。今天比較遺憾的是沒有看到怪人。我問了工作人員，他說現在是為了安全起見，所以就把那个怪人的參觀通道給封閉了。之前是可以看到給大眾開放的，現在關閉了，所以有一點點的遺憾。現在到了下塔時的最後一個平台，每一個小怪獸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呢。突然一陣鐘聲響起，好像幾百年的時光在這一刻從文字裡走到了耳邊。現在繼續進巴黎聖母院參觀。今天天氣還是很給力的。這裡有3道門，左邊是聖母之門，中間是末日審判之門，最右邊是聖母的母親聖安娜之門。上方是正面玫瑰窗和哥特式的雙塔。進入到巴黎聖母院的主殿了。前方是彩色玻璃窗和祭壇。好了，我們從左邊開始參觀。這是天主教裡非常受尊敬的玫瑰聖人，他手裡捧着十字架，用最樸素的方式傳遞着愛與祈禱。主廳的兩邊有非常多這種小禮拜堂，每一間都供奉着不同的聖徒，也是人們以前做私人祈禱的地方。中間這一塊就是尖塔的下方，是被大火燒毀最嚴重的地方。穹頂也是後來才修復的，包括這些椅子，全部換新，看起來很現代。而且聖母院比之前亮堂很多。修復時不僅把幾百年的石材污垢清理乾淨了，還裝了全新的 LED 燈光，彩色玫瑰窗也特別透亮。眼前這排彩繪石雕是14世紀唱詩班維蘭，他用石雕刻下了耶穌的一生，也是大火裡幸存的中世紀彩繪文物。這些色彩很多都是700年之前的原作。這個大公雞很值得一說，它原本是被放在巴黎聖母院塔尖的最頂端，也是法國象徵高盧雄雞的代表。大火中從高空墜落，卻奇蹟般的被找到和保存下來了。這裡是聖母院最深處的聖物堂。這塊金色裝置是用來展示耶穌的荊棘王冠。這件聖物在大火中被及時轉移，現在被放在這裡接受人們的瞻仰。
你們看，這有一束光，正好打在聖母的手上，投射在地面，代表了給予、奉獻和祝福。教堂裡還有賣紀念幣，3歐元一枚。這是聖母像，巴黎聖母院裡最標誌性的雕像之一。大火時，它周圍都被燒毀得特別嚴重，可它居然奇蹟般的安然無恙。主殿裡的掛燈也是大火後修復的。19世紀的設計經過清洗和翻新，又重新掛回這裡，就像整個巴黎聖母院都經歷了一次浴火重生。在靠近出口處有一個特別的小禮拜堂，這裡紀念的是一位中國的殉道者。參觀接近尾聲，來到出口處就一定會有賣紀念品的地方。我感覺全世界的紀念品都差不多，無非就是一些手鏈、項鏈、鑰匙扣、明信片、蠟燭之類的。不過這裡的玫瑰窗花還蠻有意思的。好了，到此為止，我們就結束了塔樓和巴黎聖母院的參觀。不知不覺一個下午就過去了，出去找一點吃的吧。轉着轉着就來到了巴黎3區的溫州街，掛着過年時的大紅燈籠，超喜慶的。當然還要來打卡一杯被周杰倫帶火的奶茶。有誰和我一樣，在這麼多新口味中，還是最中意最經典的珍珠奶茶？好喝好喝，珍珠是我喜歡的口感。走着走着，無意間逛到了蔡林記，這可是法國首家店。武漢的朋友們是不是狂喜？不過今天我可不去吃。本武漢人吃慣了5元的熱乾麵，覺得這裡10歐一碗的熱乾麵簡直在搶錢呀。不過看到這些武漢特色小吃，還有藕湯，真的很親切。店面也不小，裝修還是保留了武漢特色。轉眼選擇了一家日餐店，也是巴黎最近很火的日式自助。吃下來，整個菜品無功無過，中午價格好像是25歐一個人。那我們下次再見吧，拜拜。